系统，打开商场面板。既然女神送水是真的，那其他的肯定也假不了。先把法拉利和独栋别墅买下来。恭喜，法拉利购买成功，钥匙已放入宿主口袋，这已停在宿主公司楼下。凌云天宫别墅区8号别墅购买成功，会有工作人员找您签合同。系统购买的商品都是合理合法，请放心使用。这效率也太快了吧！法拉利、独栋别墅这2件加起来数千万的东西，在这里5毛钱就能买到，太爽了！再看看还有什么，企鹅集团51%股份，只需要666元。不愧是世界首富系统，恐怖如斯啊！有人月入上万，就有人月入3000。经过我几年的努力，现在工资到账3000元，工资3000，交完房租水电就剩1000了，日常生活都成问题。唉，更何况攒钱呢？为什么我不能是富二代啊？监测到宿主存款为0，系统连接中。恭喜宿主激活世界首富系统，系统内所有物品价格比例调整为1比1000万。系统商场已打开。女神送水服务0.1元，法拉利只要0.2元，别墅0.3元。难道我真的要逆天改命了？冷静冷静，万一是假的呢？好热啊！你们谁要买冷饮？我们拼单买的，算我一个。你们都要买冷饮，没人给你们送吗？对呀，我也可以让别人送，这样就可以不用拼单买了，还可以试试系统的真实性。女神送水就这个了。扣款0.1元。老周，你买不买？我不买啊，我女朋友给我送。啊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到现在还有人单身没有女朋友吧？哎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我女朋友瑶瑶。真有你的，老周。青岩，你没有女朋友给你送水吗？青岩是我们这颜值最高的，应该也有女朋友吧？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没有女朋友？没有啊，就是没有。毕竟长得帅啊，也不是。妈妈，我恋爱了。她是隔壁项目组有名的高冷女神云清雪啊，追她的人不是富二代就是创1代，各行各业成功人士都数不过来。你好，你找谁？请问秦岩在吗？请问秦岩在吗？什么？你找秦岩？他不在吗？我是。天气这么热，你一定渴了吧？给。谢谢。系统是真的，一飞冲天的机会来了！真的好漂亮啊！这算喝的，真的好福气啊！独一份啊！你看他，青岩，你们干什么啊？青岩，你跟云女神什么关系啊？高冷女神主动给你送水，绝对是我被楷模呀！就是啊，刚才我还觉得周宇的女朋友挺好看的，不过和云女神一比啊，简直弱爆了呀！我跟云女神只是普通朋友，没什么特别关系。普通朋友谁这样？就是，走吧走吧，人家不愿意说，咱们也别杵在这儿了啊！不相信就不相信吧，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系统。系统，打开商场面板。既然女神送水是真的，那其他的肯定也假不了。先把法拉利和独栋别墅买下来。恭喜，法拉利购买成功，钥匙已放入宿主口袋，这已停在宿主公司楼下。凌云天宫别墅区8号别墅购买成功，会有工作人员找您签合同。系统购买的商品都是合理合法，请放心使用。这效率也太快了吧！法拉利、独栋别墅这2件加起来数千万的东西，在这里5毛钱就能买到，太爽了！再看看还有什么，企鹅集团51%股份，
只需要666元，不愧是世界首富系统，恐怖如斯啊！听说没？刚才公司楼下停了辆很帅的超跑。什么超跑？公司楼下有超跑？以前啊，我只在电影、电视剧中看到有富二代在上班时开超跑，没想到有一天竟然变成现实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咱们公司楼下停了一辆超跑，我还没亲眼见过超跑呢，有点想去看一看。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佬，真是有实力，羡慕死我了！果然是人比人气死人呐！在咱们还是穷人的时候，人家就已经完成了我的人生目标。哎呀，我要是能认识那位大佬就好了，羡慕死我了。其实那辆超跑是我的啊。我原本是想贴掉的。什么？就算瑶瑶没有云大美女漂亮又如何？跑车你总没有吧？秦岩，你比不过我的。老赵，你的超跑是什么呀？是啊，快说说呗。我那辆超跑是保时捷718，花了近100万才买的。虽然是最基础款的超跑，但是性能还是很强的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有机会带你们去看一看，让你们坐一下体验体验呀。哎呦，太棒了！真好啊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秦岩，你也可以一起啊。不对吧，老周啊？你刚才不是说你的跑车是保时捷718吗？对啊，是保时捷718。老刘说他在楼下看到的是法拉利。你朋友没有看错吧？确定是法拉利？肯定没有看错。法拉利太炫了，能开上法拉利的绝对不是一般人。唉，可惜了，不能体验一下坐法拉利是什么滋味。唉，我要是能认识那位大佬就好了。这辆法拉利是我的。什么？秦岩，你说这辆法拉利是你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不可能！你凭什么买的？哇！我去，老秦太牛叉了吧！哎呦我去，强啊老秦啊！不知道保时捷跟法拉利哪个跑得更快？那肯定法拉利又快又帅，太帅了！秦先生你好，我是凌云天宫别墅区的工作人员，这边看到您已经把8号别墅买下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过去把合同给您。我现在就有时间，你直接过来吧。我马上送过去。真是太厉害了！当当当，云美女，叫我云清雪就好了。谢谢你早上的边野，请你喝奶茶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哎，清雪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李经理啊，李经理，这是刚从外面回来啊？是啊，刚从外面回来，之前的房子住着不舒服，我又在外边买了一套。哇，李经理，你又买房子了？什么样式的？也不是什么大房子，200多平的复式，一般般。天哪，200多平的复式，一套最起码要600万以上。李经理，你多少钱买的？没多少，700多万而已，轻装修。这不是刚买吗？等我把家具什么的都弄好，邀请你们去我家玩。我家的空间大小还可以啊。哇，谢谢李经理。不用了。不要拒绝嘛，我到时候多邀请一些人。对了，秦岩，到时候你也可以一起过来。其实我觉得房子还行，适合做婚房。秦岩，将来你也可以在附近买一套，也不贵，700多万而已。就算你不能和我一样付全款，去贷个款，大不了多分个几十年，也没问题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秦岩，我忘记了，你1个月工资才3000块钱啊！啊，李经理，你也太看得起他了，就算给他一辈子，他都买不起。哎，怎么能这样说人家秦岩？年轻人应该有点梦想啊！没错，就他，我看还是做梦来的更快一些。秦岩，这就是现实，没钱你什么都不是，还想跟我争清雪？你配吗？请问哪位是秦岩秦先生？我是。您好，秦先生，我是之前和您联系的凌云天空别墅区的工作人员，这有2份合同，麻烦您签一下。麻烦您签一下。好嘞。凌云天宫别墅区可是江州最顶级的别墅区之一，这个别墅区的工作人员来找秦岩干什么？难道秦岩买了一套凌云天宫的别墅？怎么可能？凌云天宫的别墅少说也要2、3千万，
一个月入3000的人能买得起别墅？别是惹上了什么麻烦，到时候牵扯到公司，我也麻烦了。合作愉快，秦先生。这是要事，请您说好。你好，我是秦岩的主管。秦岩是不是犯什么事儿冒犯到你们了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公正处理的，绝对不会袒护他的。你误会了，秦先生没有冒犯我们，他购买了一套凌云天宫的别墅。我是过来送合同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让我看看。来，合同属于保密文件，我们有责任保证客户的隐私。我们凌云天宫有权依法起诉你不正当行为。哎，误会。秦岩，你买了套凌云天宫的别墅，区3000万而已。不过对你来说，梦里来得更快。秦岩怎么可能买得起凌云天宫的别墅？一定是假的，请别人过来帮他演戏。哼，看我怎么在清雪面前戳穿你！秦岩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富二代。刚刚我说那番话也是为了激励你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。刚好，今天下午我们公司团建，秦岩你来订饭店吧。我看悠闲境就不错，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没问题。李经理，悠闲境最起码提前半年预定，现在临时订包厢不可能有的，你这是故意刁难？怎么会？秦岩可是富二代，都买得起凌云天宫的别墅，这点事儿对他来说都不算事儿。哎，大家，今天下午我们公司团建，就去悠闲境怎么样？听着有份儿啊！悠闲境团建，悠闲境可是顶级餐厅，我都还没进去过呢。李经理万岁！悠闲境非常难订，现在可不一定能订到啊。放心，位置秦岩会帮我们搞定的，是吧，秦岩？凌云天宫的别墅都能买得起，这点小事对你来说不难吧？除非那套别墅不是你的。刚才凌云天宫的工作人员也是你请来的演员。对，我就说秦岩怎么可能买得起别墅，还是凌云天宫的，原来是请的演员呀！别太过分了。我们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。没事，我这就定位置。他们明显就是故意的，想要看你笑话。我有办法。喂，你好，我要订一个今天中午的位置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今天已经预定满了。好。哎呀，秦岩，订不到位置也没事，大方承认，别墅就是你做的戏。男人嘛，都想在美女面前表现一下，可以理解。我记得系统商店好像有悠闲境，我直接买下，还害怕没有位置吗？系统打开商城，购买成功。李经理，位置已经定好了。怎么可能嘛？秦岩，你不要嘴硬了啊！不会。那好啊，既然已经定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，看我到时候怎么戳穿你。好啊，可李经理，我们怎么走啊？我一会儿开车带你去。等一下啊，2、4、6，不行啊，我的车坐不下呀。秦岩，你自己打车去，我一会儿给你报销，行不行？秦岩，你打车去吧，反正李经理给你报销也不亏。这样不？没事，我有车，不用那么麻烦。秦岩什么时候有车的？没见过他开呀。就算有车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车，能和我100多万的迈巴赫比吗？那最好了，你去把车开过来吧。好啊。一会儿我把我的迈巴赫开过来，秦岩也把自己的车开过来，两者一对比，秦岩绝对会无地自容。这样一来，不是更突出我的实力强吗？到时候坐谁的车，清雪自然明白。天哪，迈巴赫！李经理，你好厉害啊！一般。李经理，迈巴赫多少钱买的呀？没多少钱，也就100来万吧，不贵。100来万？你们都上了没？晴雪，你也上了没？不了，谢谢，我坐秦岩的车。晴雪，秦岩的车有什么好坐的？他的车怎么可能跟我的车比？不可能比我的车坐着舒服的。来吧，晴雪，李经理说的对呀，秦岩他就是个假货，他的车肯定比不上李经理的车好。就是，不用了，谢谢。秦岩最多开个10-20万的车，怎么能配得上你呢？我去，法拉利超跑！我竟然在公司楼下见到了一辆超跑，好帅，好拉风！要是我能坐一次法拉利该多好啊！不知道开法拉利的是哪位呢？我看到了
了什么？从法拉利上走下来的竟然是秦岩！我的天哪！原来秦岩真的是富二代啊！我刚刚为什么要说秦岩的车不如李经理这种话？秦岩，坐我的车一起过去吧。现在先让你得意着，一会儿你就会变成所有人的笑话。看什么呢？上车吧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前面就是江州最有名的餐厅悠闲境。今天真的要感谢李经理，要不是李经理，我们怎么能来这儿吃饭呀？是啊是啊，谢谢李经理。嗨，应该的应该的。秦岩，位置都定好了吧？定好了。秦岩，你也不用这样，真的没有定好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悠闲境天天的客人络绎不绝的，甚至来这吃饭的都是富豪。大人物都喜欢在这里吃，位置非常难定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定到，我既然主张大家来这儿吃饭，不会让大家扫兴而归的。大家放心，我是悠闲境的黄金会员，拥有各种特权，位置还是可以搞定的。李经理，你也太帅了，幸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们今天连大门都进不去。对啊，李经理这次带我们见世面了。悠闲境的黄金会员，每年要在这里消费至少6位数以上才能拿到。李经理，你也太有实力了吧！秦岩，这事儿我替你担了，你也不要有压力了啊！秦岩，还不谢谢李经理？秦岩怎么这样？太没素质了吧！走，我们也过去吧。先生您好，今天我们客满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排队等候。我是你们的黄金会员，可以不排队。先生，真不好意思，排在您前面的呀，都是黄金会员。看来黄金会员也不咋地。看来我们今天是进不去了，还不如现在就回呢，浪费时间。我和你们钱经理认识，你去告诉你们钱经理说李海峰来了，让他出来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大家放心，我和他们钱经理认识，只要我开口，一定会办到的。开超跑又怎么样？这个时代人脉最重要，没有人脉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。行了，我们大家都进去吧。李先生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经理说了，今天客满了，实在不能让您进去，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吧。说的信誓旦旦，还不是进不去？李经理，要不我们到别处去吃也可以。告诉你们经理，秦岩来了，让他安排个地方。好吧，请您稍等。哼，秦岩，你以为你是什么身份？我和钱经理的关系都进不去，你还能进去？秦岩，你别浪费大家时间了，我们大家都还饿着呢。就是，我们没空陪你玩。你们想去其他地方就去，我不拦着。反正我是不想走了。嘿，行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进去。什么？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悠闲境的生意异常火爆，老板居然会把悠闲境给卖掉，看来一定是买方给出了一个让老板无法拒绝的价格。这新老板怎么这么年轻？看样子最多也就20岁吧。这么年轻就已经可以轻松收购悠闲境了，看来新老板的财力相当可怕。秦岩、秦总，进。经理，和刚才的那位李先生一起来的人中，有一位叫秦岩的先生。刚不是和你说过，没有什么特权，让李海峰排队去。好的，经理。不对，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是不是有一位叫秦岩的先生？是的。什么？你过来看一下，那位叫秦岩的先生是不是长这个样子？你过来看一下，那位叫秦岩的先生是不是长这个样子？是的，就是这位先生。快，把辛总请进来。经理，客人已经满了。不是还有空的包厢吗？倒是把辛总他们请去包厢啊。可那只是对钻石会员开放的呀。按我说的做，我跟你一起去请辛总。秦岩，你行不行啊？别因为你的面子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就是，不行就换一家去吃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呢。秦岩，你连这里最普通的白银会员都不是，还想插队吃饭？做梦了吧你！老板您来了，快请进。你是悠闲居的老板吗？我刚刚把悠闲境收回来。快请进。你是悠闲居的老板吗？我刚刚把悠闲境收回来。我没听错吧？秦岩说他把悠闲境收购了。我也听到了，秦岩竟然随随便便把一家千万级别的顶级餐厅收购。神豪，绝对的神豪！秦岩竟然是悠闲境的老板，我竟然得罪了悠闲境的老板。秦岩，我错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这一次吧。钱经理，
我们进去吧。是，哎是，哎呀，完了，我得罪秦岩了，肯定在江州混不下去了。这就是别墅吗？不错不错。咪咪，咪咪，嗯，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你好，我猫不小心跑到你家院子里了，你能帮我把它抱出来吗？可以的。谢谢，太感谢你了。啊，对了。我叫孟孟飞，住在旁边的9号别墅，欢迎有时间来找我玩。我叫秦岩。哎，你看那谁啊？他俩一起来的，还是早上？难道昨天晚上他俩住在一起了？这死小子，我跟他没完！谢谢你送我过来。没事儿，正好也是顺路，走吧。秦岩，你的表好帅啊！买个什么呢？穷玩车，富玩表，是时候也该给自己买块表了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就这个。恭喜你，购买的百达翡丽已成功发送。哎，老秦，你这个表多少钱？也就500多吧。500多啊，虽然不贵，看着挺帅啊。帅什么帅呀？有我的劳力士游艇明式型 M268622帅吗？劳力士？你这块劳力士多少钱？起码得1、2万吧。不，我见过一块1万多的劳力士，绝对没有他这个帅。我觉得最起码得3万块。3万块？你开什么玩笑呀？我这块表8万，接近9万。什么？一块表都快顶我1年工资了都。为什么我觉得这劳力士还没有秦岩手上这块表好看？而且秦岩这块表看着好眼熟啊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们都什么品味呀？我堂堂8万块的劳力士，比不上他500块的破表吗？秦岩，你这块表是百达翡丽？对啊。我操，老秦，你这真是百达翡丽啊？对啊。我就说你这表怎么比劳力士还帅？原来是顶级名表。你刚不说你这表才500多？你说的是500多万呐！大佬，老秦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。没想到豪门少爷就在我身边。滚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啊！以后老秦就是我亲爸了。你更恶心。行，秦岩，你说你的表500万，你证据呢？大家都知道你月薪3000，你哪来的钱买500万的表？秦岩，你和袁大美女在一起了？没有啊，还诓我！早上我都看见了，我这还有视频呢。我操，真的呀！秦岩，这辆法拉利是你的啊？对啊。哎，对，老张，刚想跟你说来着，秦岩的表肯定是真的。秦岩这一辆车500多万呢。昨天你请假没来，所以你不知道。也就是秦岩平时太低调了，所以我们才下意识以为他这表500块。秦岩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老秦，实话实说，你和云大美女在一起了？没有，连我们兄弟也骗啊！老秦呀，昨天还说和云大美女关系一般，今天就和人家从一辆车上下，男人呢？真没有，我早上正好碰到云清雪了，才顺路捎过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行吧，暂且信你，散了吧，一会儿经理看见又该挨批了。没事吧？脚崴了，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，不用麻烦你。你现在这样走路都成问题，我先抱你去休息室涂点药。我刚看到啥？云美女居然被秦岩抱着，而且还没被拒绝啊！这死老秦都这了还说没谈，就是诓我。
老秦牛逼啊！云大小姐还真被他拿下了。走走，怎么光咱俩震惊？走。你等我一下。我帮你上点药，可能会有点疼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如果疼的话，你就叫出来，不用忍着。这就是有男朋友关心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暖暖的，连脚踝也不是那么疼了。如果有一天，秦爷能成为我的男人，我在想什么呀？好了，我去洗个手，然后送你去医院啊。谢谢啊。我刚刚是怎么了？心跳的好快啊！不能让秦爷送我去医院，和他在一起，我有种心动的感觉。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啊？我应该只是生病了。喂，妈，我脚崴了，你来公司接我一下吧。好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刚刚给家里打过电话了，他们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好。清雪，你怎么样了？妈，我没事，就是脚崴了一下。你们这是？阿爷，我是云清雪的同事，她脚崴了，不方便走路，是有点冒犯。不会，阿姨还要感谢你照顾我家清雪呢。车在那边，麻烦你将清雪送到车上去。好。小晴啊，今天谢谢你。应该的，阿姨。我先带清雪去医院，改天让清雪请你到家里坐坐。那您先去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了。好。秦爷。秦爷，今天谢谢你啊，改天我请你吃饭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好。那秦爷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SJ888，云清雪，这不就是云家888的含义吗？云清雪家的车牌号含义居然是云家888，想要拿到这样的车牌，恐怕还需要很不简单的人脉。看来云清雪的家庭背景远比我想象的还不简单。今天谢谢你了。客气了，你的脚没事吧？没事了。好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爱心，晚安。哎呦！看看系统商店有什么。哎，这个好。购买百夫长黑卡成功，你现在的床头柜上已放入黑卡。系统牛逼啊！这东西都能搞来。要知道，现在国际上最出名的黑卡，这可是公认卡片之王啊！这可不是一般用钱就能买到的。想要获得它，必须要有异常强大的人脉啊！无数亿万富豪、达官显贵都对这卡垂涎已久。要是让那些亿万富豪知道，费尽心思都无法弄到的百夫长黑卡，我2.5块就能拿到手。
肯定羡慕死我。这就是差距呀！赶紧说话。喂，胖子，到哪了？今晚咱们老同学聚会啊！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去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我们也是刚到。其他人呢就不给你介绍了，都是老同学。给你介绍一下这位郑安于郑少。郑少，这是秦岩。他就是这样，但是听说家里特别有实力，别生气。不会不会，来坐坐坐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来玩游戏吧，国王游戏怎么样？胖子，你俗不俗？能不能玩个有新意的？你就说玩不玩吧。玩，我来发牌。拿到大王的国王可以任意指定1至10之间的2个数字，对应的2个数字呢，就要根据国王的要求做惩罚。大王是谁啊？我指定3和6。3和6是谁啊？我是3，我是6。那就是秦岩和郑少要做惩罚，快说惩罚。别着急，我想想。这样，把你们的钱包拿出来，让我看一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就这也太无聊了吧！你管我？哇，你们看，郑少的钱包是限量款的 LV， 好像要几万块。一个钱包这么贵啊？这么看，秦岩的钱包也太普通了。秦岩哪能跟郑少比啊？要我说，秦岩的钱包就没必要看，估计里面就几百块钱。郑少的才大有看头。也是。哇，太牛了！哇，天哪，还有啊！我去，不愧是郑少啊，太牛了！看看都有什么卡？万豪酒店集团白金卡、高尔夫俱乐部金卡啊，那是什么卡？这建行的是什么银行卡？我怎么没见过呢？这张卡，这是建行的银钻石卡。我只听过金卡、白金卡，没想到还有钻石卡。钻石卡，郑少，办理这种钻石卡有什么要求吗？要求？我记得好像不算很难，只要个人资产1000万以上。1000万，每年消费额不低于30万就可以，挺简单的。佩服佩服，不愧是郑少啊！连这种钻石卡都有，郑少威武！这张钻石卡果然是装逼利器啊！不枉我每次出门都偷偷从父亲那里偷出来。长得帅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靠钱说话。秦岩，现在你是不是也要展示一下？秦岩的就没必要展示吧，我就不信他能比得过郑少的钻卡。比不比得过都得展示，这是游戏规则。我里边也没什么，就一张卡。这什么卡呀？我也没见过，估计是哪个银行出的新卡吧。皇上，小郑，是你啊？小郑，皇上，这是什么来头啊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黄海义，皇上。皇上好，皇上好，皇上好。皇上，您这是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请问这张百夫长黑卡是您的吗？什么？这是百夫长黑卡？这怎么可能？秦岩怎么会有百夫长黑卡？拥有百夫长黑卡的全是亿万富豪啊！是我的。大佬，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秦岩。秦哥你好，我叫黄海义，您叫我小黄就行。秦哥，我能坐一会儿吗？皇少家里多厉害，我是知道的，能在江州街上横着走。可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位江州大少，小弟
弟一般的在秦岩面前不停的讨好，看来这个秦岩是一位隐藏的大佬啊！还好刚刚没有得罪他。秦哥，我敬你，不，我敬您一杯。不了，我今天开车来的，就不喝了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您喝这个就行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撤了。秦哥，你家住哪儿？我有时间找你玩。我刚搬进凌云天宫8号别墅。啊？什么？哇！秦岩竟然藏得这么深，原来他是神豪啊！凌云天宫啊，那可是江州最顶级的别墅区之一，秦岩还真是低调。凌云天宫这种顶级别墅区的安保相当严格，就算想要去拜访秦哥都进不去。不行，今天必须请教秦哥。秦哥，要不加个微信吧？行。赵冠，走吧，我开车送你。好。我操，老秦，你发达了！这才多久没见，变化这么大？你小子中彩票了？不对啊，中彩票也没这么多钱啊！赵冠，实不相瞒，我被一个富婆看上了。啊？被富婆看上？倒是真有这种可能。你不会真被富婆看上了吧？叫什么富婆？叫亲爱的。啊？你大爷，不说算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老钱，你准备节目没有？什么节目啊？今天晚上咱们公司周年晚会，随机抽取1名幸运观众上台表演节目。千万别输，以防万一被抽到，看看系统里有没有什么关于技能的商品。系统有没有技能类的商品？正在为宿主检测，已检测到技能属性商品，请宿主查收。高级剑术，售价0.5元；高级钓鱼能力，售价0.5元；大师级吉他弹奏水平，售价0.8元；大师级唱功，售价1.5元。不愧是系统，什么都有，就买大师吉他吧。那么多人面前唱歌，还是有点尴尬。恭喜获得大师级演奏水平，这样就万事俱备了。部长，你叫我。一会儿的幸运观众就选他。部长，这样不好吧？万一被人……放心好了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还是说你不想做了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万一这人会才艺，那咱不就白算计了吗？我都调查过了，秦岩不会任何才艺。哦，他上台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。他竟敢爆云清雪，我要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。明白了，我这就找他位置。去吧。好。不管这张照片是真是假，敢和云美女传绯闻，但这一点，我就让你付出代价。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，让我们看看今年的幸运观众会是谁呢？千万别抽到我！千万别抽到我！哼，这么多人，应该不会落到我。好，幸运观众已经选出来了，请这位同事上台来吧。加油，加油！哼。相信这位同事也知道我们的传统，幸运观众要上台表演节目，不知道你准备给大家展示什么才艺呢？我给大家弹一曲吉他吧。看你轻松的样子，吉他一定弹得很厉害吧？一般一般。但是普通的吉他我们已经听过了，我看现场还有一个架子鼓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找个人与你一起合奏呢？可以啊。那真是太好了。现场有没有哪位同事会打架子鼓呀？大家踊跃报名啊！有才艺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没人和你一起演出？这样丢人的只会是你秦岩，到时候云美女就会知道自己眼瞎，然后投入我的怀抱。我愿意和秦岩一起表演。哎，不行！看来这位同事也想要上台表演啊？不了。
没事没事，刚刚秦岩也说了，自己水平一般，他一定会拖云美女的后腿。秦岩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下面有请秦岩和云清雪为我们演奏，大家欢迎。啊，这很好听啊！他怎么会弹得这么好？好！哎呀，老秦，没想到你这么多才多艺。行，老秦，你这首真情四作，能和云美女一起合作，老秦真是太幸运了。一般。没想到秦岩吉他水平那么强，起码是大师级别。秦岩，你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这次非但没整到秦岩，还让他更受欢迎了。我真是个蠢货呀！看云清雪的样子，好像还对他产生了好感。我竟然成了秦岩的助攻了！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哎呀！我真是没给你录下来，你这视频要放网上，肯定火，到时候啊，躺着都赚钱。就是，怎么可能？下一个节目快开始了，咱们快回去吧。啊，行，好，走。现在短视频行业盛行，如果能抓住这个口，我的身价还能再翻几倍。更何况我有系统，几乎是零成本尝试。系统，打开商场面板。这个还不错，公司规模虽然不算顶级，但给我练手，绰绰有余了。拿下。恭喜购买10经纪公司成功，是否查看公司详细信息？查看。很符合我的要求。公司虽然不算顶级，但发展却很好。公司内也培养出了几个百万网红，现在短视频和直播行业爆火，公司正处于上升期，给我练手绰绰有余了。请问您是秦总吗？我是亿林公司的总经理杨学民。杨经理。我接到了您收购公司的消息，不知道您有什么吩咐？明天上午我要去公司看一眼，其他的没什么。好的，我一定把一切准备的妥当，静等您的到来。哎，你是亿林经纪公司的新员工？算是吧。帮我把车停好。自己停。我竟然被一个男人拒绝了，还是亿林经纪公司的刚入职新员工。你一个新入职的员工，确定要拒绝我？你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可是林希儿。林希儿？不认识。我可是亿林经纪公司的台柱子之一，坐拥几百万抖音关注大网红，竟然敢拒绝我？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就立刻被开除？是吗？好啊。你等着！希儿姐，你别和他生气，他才刚来公司，什么都不懂。哼，刚毕业，什么都不懂，就知道顶撞我。希儿姐，闭嘴！谢谢你的好意，没必要为了我讨好他。你才刚来公司，这样会吃很多亏的。哼，你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你滚出公司的。各位同事，这就是本次会议基本内容。喂，希儿。刘叔叔，我在咱们公司楼下被一个新入职的员工给骂了，他居然……什么？他还让我滚出公司呢！好吧，你等着，我过去看看。老刘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林希儿在公司外出了一点事情。你赶快去解决。林希儿平时性格跋扈就算了，今天秦总来公司视察，千万不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这要是冲撞了秦总，麻烦就大了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处理。不行，
我还是不放心，还是我亲自去看看吧。这个时间秦总也开来了，正好可以去迎接一下秦总。你等着吧，一会儿就是你哭的时候。准备好被公司开除吧。怎么了？这人眼生，应该是新来的。还有这白寒烟也不知轻重。秦总马上就来了，还敢在公司门口闹事儿，就给我找麻烦。一会儿全给他们开了。刘主管，他们骂我为了公司辛苦的工作，现在连自己公司的人都要排挤我了。刘主管。刚才发生的事情应该和林希儿说的不一样，但不管如何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情摆平。今天让林希儿来公司，就是为了让她在秦总面前露露脸儿，争取混个脸熟，可不能让秦总看到这一幕。刘主管，事情不是他说的这样的，是林希儿一上来为难他，他替我说话。不用说了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说林希儿说谎，有证据吗？刘主管，刘主管，这样的人不适合留在公司了，把他们一起开除吧。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，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是不会让他们两个继续留在亿灵经纪公司的。谢谢刘主管，您是公司最关心员工、最公平公正的领导。亿灵经纪公司有你这样的领导，早晚要出事。就你这样的公司，我不待也罢。有你这样的领导，我都替亿灵经纪公司脸红。你是亿灵经纪公司的什么领导？我是亿灵的人事部主管，本来打算想把事情调查清楚再处理的，可现在看你们对领导如此无礼，收拾东西滚蛋吧！你们两个被开除了。我看该滚蛋的人是你们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不会刚才听到又被开除了，吓傻了吧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我要让你知道是谁先滚出亿灵。白寒烟，还有你，小子，你叫什么？秦岩。秦岩，很好。你和白寒，等等，你叫什么？秦岩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刘叔叔，他叫秦岩，怎么了？刘叔叔，刘叔叔，他叫秦岩，怎么了？咱们亿灵经纪公司的新总裁也叫秦岩。什么？新总裁秦总也叫秦岩？请问您是？没错，我就是秦岩，亿灵经纪公司的新总裁。秦总你好，欢迎你，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杨学民，之前和您联系过。你的事情一会儿再说，我先处理好他们。秦总，我真的错了，请你饶了我吧，秦总。秦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秦总，是我眼瞎，秦总。秦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，秦总。我不想多说什么。给你们5分钟收拾东西，滚出亿灵。用你们之前跟我说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亿灵经纪公司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员工。你饶了我吧，秦总。秦总，我真的错了，秦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杨经理，保安呢？明白。保安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秦总。秦总，求求你了，秦总。杨经理，这一边去。今天谢谢你帮我说话，公司需要你这样的员工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加个联系方式吧，中午请你吃饭。扫我吧。秦总，这里面请。秦岩，公司新总裁，我竟然还加了总裁的联系方式。我不希望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后继续出现在我们亿灵公司。秦总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之前的事情我不管，但现在我接手了亿灵，不希望有刘总管那样的领导出现。如果你们中也有那样的人，我希望你们收敛一下，或者自己辞职。如果让我发现，就不要怪我无情了。公司进行详细排查，和刘总管关系不简单的人全员辞退。好的，秦总，我这就吩咐下去，一定会仔细排查。
散会。杨经理，秦总，白寒烟可以重点培养。好的好的，我这就安排。权力还真是让人着迷。现在我脚下的是一家价值10亿的经纪公司，几年后就会变成一家1000亿甚至是万亿公司，我的身价也会破10亿、破100亿，成为江州首富、全国首富，甚至成为世界首富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？谢谢。你喜欢唱歌，想成为一名歌星？嗯。公司扶持白寒烟，对公司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动作。以公司现在的基础，把白寒烟培养成歌星也不是不可能。但一个新人想要成为一个歌星，无比困难。放娱乐圈中，叶林经纪公司根本不算什么，不如先让白寒烟从唱歌直播开始，有公司扶持，也能积累更多的粉丝量，再进入娱乐圈会好很多，几率也大。你真的喜欢唱歌？想要当歌星？对。好，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，让公司全力培养你。你先当一个唱歌主播，有了粉丝基础之后，再进入娱乐圈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你先正常上班，没事的时候多练练歌，我会和公司的人做一个详细的计划。太感谢了。哦呦，白寒烟。白寒烟啊，是我呀，大学同学魏瑞远。是魏同学呀。他是你男朋友？他不是，他是我朋友。朋友啊啊哈哈！哎呀，白同学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？我在一家经纪公司上班。经纪公司上班啊？还可以。那你呢？我呀，开了一家店，生意还不错，一个月勉勉强强20-30万吧。20-30万，有这么多？不多，一点点，有时候好一点能拿50万。我的店在市中心，还不错。哎呀，因为市中心的店铺有限，我看上了新泰购物中心。作为江州人流量最大的购物中心，新泰购物中心很不错，发展潜力很强。我打算呀，租8-9个店铺，搞一些新的生意，尝试尝试嘛。你是说你要在新泰购物中心租8-9个店铺？新泰购物中心的租金很贵的，而且很难租，不认识内部人的话，就算有钱也租不到呀。盯着那里店铺的人太多了。我有个闺蜜，家里条件特别好，她之前就是想在那儿租一家服装店卖衣服的，钱都准备好了，到现在还没租到。没事啊，对他们来说很难，但对我来说很简单啊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跟新泰购物中心的老板认识，是朋友。只要我想租店铺，一个电话，简简单单，洒水啦。真的吗？那你能不能跟你朋友说说，也就是新泰购物中心的老板，能不能帮我闺蜜也租个店铺？我们愿意出更多的租金。怎么了？这很难吗？我记得系统里好像有新泰购物中心。恭喜获得新泰购物中心。我可以帮你搞定新泰购物中心，算是今天我对你的答谢。真的吗？那太谢谢你了。你能找到店铺？别搞笑了！我告诉你，除了新泰购物中心的老板之外，谁都别想搞到店铺。但我不一样，我是新泰购物中心的老板的好兄弟，想要店铺也是一句话的事情。是吗？我马上给我兄弟打电话。你闺蜜的店铺就交给我吧。那谢谢你了。为了装逼，为了白寒烟，豁出去了，不就是打个电话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把价格加到2倍，新泰购物中心的老板会拒绝，谁会和钱过不去呢？你没看到我在打电话吗？挂掉电话或者出去打。喂，老板。喂。魏瑞远。你是新泰购物中心的老板？我是。你想要7-8个店铺，我可以看在白寒烟的面子上给你便宜点，1年300万租金怎么样？
不用跟我客气，白寒烟的便宜就是我的便宜，还是说根本出不起这个钱？刚刚就是在装逼。是呀，魏瑞元，你真的不用客气的，300万对你来说应该简简单单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先聊。你闺蜜想做店铺？对，那简单，我一会儿联系一下，让你闺蜜直接去新泰购物中心找工作人员就行，不用多出租金，正常租金就行。那谢谢你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秦岩，上次感谢你把我家猫抱出来，一直想谢谢你呢。不介意的话，来我家吃饭吧，我亲自下厨作为感谢。可以啊，那就麻烦了。走吧。你先在这儿休息会儿吧，秦岩，我去准备东西。哎，我来。不用，没事，我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赶紧擦擦，洒你一身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回去换一下就好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是秦岩，我的邻居。我们刚才吃饭，不小心把水洒身上了，所以帮他擦一擦。叔叔阿姨好。你好，小琴。你好，孟非，和我过来聊一聊。小琴，坐啊，坐，不用太拘束。小琴，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普通工作，有一家经纪公司。小琴啊，你真的住在这里吗？对啊，就在旁边的8号别墅。8号别墅。旁边的8号别墅，那可是凌云天宫别墅区最大的别墅之一，不仅价格十分昂贵，而且盯着人也不少。想要买下它，恐怕需要强大的人脉。没想到秦岩年纪轻轻，竟然有这样的实力，这样的人值得孟非交好啊！小琴啊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没有，孟非母亲的态度啊，你也别太介意。她呢是一个女强人，掌管一个公司，做事的时候呢，有时有些霸道。不过你也别担心啊。孟非不是这样的。对了，小琴，你的经纪公司叫什么名字？如果之后出现什么情况，小琴啊，你可以联系我。别的不敢说，这江州一些100亿富豪什么的，我啊还是认识不少的。莫叔叔客气了，我的公司叫意林经纪公司，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，叔叔也可以联系我。喂，秦总，我们根据你下午提供的想法，系统的针对白寒烟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培养方案。最近鲨鱼直播有流量扶持，而且风头正盛，我们建议可以让白寒烟先去鲨鱼直播试试水。可以，这事儿交给你们来办就行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叔叔，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理解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好，有空啊，常来玩。哼。哎呀，怎么还不过来呀？严总好。严总请。请。两位客气了，都坐吧。具体的事情，我的秘书已经给你们说过了吧？说过了。我想你们也知道，我们远言经纪公司和意林经纪公司一直是死对头。这几年，我们一直被意林公司压着头，我怎么也不甘心。好在你们的新老板不识货，才白白将你们2位人才拱手让出，让我们远言捡了个大便宜。严总，您过奖了。如果我们一起合作，我们远言不仅可以翻身，而且还是一个可以把意林踩在脚下的绝好机会。只要你们愿意来远言，我愿意出1.3倍的价格签你们。1.3。严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效益，帮咱们公司把意林狠狠地踩在脚下。对，严总，我们俩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严总，咱们什么时候签合同呀？签合同嘛，不着急。你们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坐。林希儿，
我要你帮我拍几段视频，要以意林前员工的身份曝光意林现任总裁的各种恶行，比如强迫你陪酒等等。严总，我不知道公司有没有这种。不知道没关系，只要你出面就可以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，交给我来办。您难道是想……明白，严总，这事儿我一定能办好。我就喜欢聪明的人。严总，这事儿会不会有点麻烦呀？毕竟是造谣嘛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而且效果一不好。没关系，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江州大佬马建文，马总身价几十亿，到时候我可以请他帮忙，以那个大佬的人脉资源扩大整个事件在江州的影响力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把意林赶出江州没有任何问题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严总，这事儿啊，我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，让秦岩和意林的人都看看得罪我林希儿的下场是什么。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来，合作愉快。坐。对了，林希儿，最近鲨鱼直播风头正盛，你可以先去鲨鱼直播闯一闯，明天就开始直播吧。好的，严总。如果我能搭上100亿大佬的线，何愁弄不垮一个小小的意林？现在能借此机会把意林赶出江州，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林希儿，你可别让我失望了。静，这次的直播上面很重视，在主页买了几个推荐位，所以一定不能出差错。放心吧，为了这场直播的数据能好，我特地把我别的平台的大哥都给叫来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看到，我林希儿将会是未来公司的一姐。希儿姐，设备都调试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欢迎100亿的天哥哥，再不好意思就是我哥哥。欢迎我的未来不是梦哥哥来到希儿的直播间。哇，主播好漂亮啊！希儿，我爱你！我为你专门下载了鲨鱼直播，主播会什么才艺？谢谢哥哥来到希儿的直播间，谢谢哥哥愿意一直陪着希儿。希儿会跳些舞蹈，哥哥要看吗？我去，这么神啊！这不是才开播几分钟吗？你当我们家希尔是小主播呀？主播可以看看舞蹈吗？只要我愿意，这些礼物勾勾手就能来。秦岩，我会让你知道开除我是多么愚蠢的决定。韩嫣，别紧张，这次直播呀，主要是为了让你试试水，数据都是次要的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新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我是新人主播韩嫣。主播挺眼生啊，看着也不熟练，是新人吧？对，今天刚开播。主播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啊？我是才艺主播，我会唱歌。来一个。好，那我简单给大家唱2句吧。听雨的声音一点点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。唱的不好，大家随便听听吧。主播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这叫不好？那我算什么东西啊？仙女仙女，太好听了！主播这样的才艺，不去打 PK 可惜了，绝对把赢。谢谢大家，我第一次来鲨鱼直播，我还没开过 PK， 我找一下啊。好了。怎么会是这个贱人？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被意林赶走，受那么大的侮辱。遇到了也好，让我打废他，让意林那边的人好好看看谁才是意林真正需要的人，让意林后悔去吧。家人们，对面的那个女主播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家人们给我打她！什么？对面这个女主播不是什么好人？既然希儿这么说，那肯定有原因。兄弟们，上分啊！希儿别怕，我们会为你做主的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林希儿的实力。你们不知道，我之所以离开上一家公司，都是因为他。
到了他和领导同进同出，我想着都是女生嘛，就好心的提醒了他一下，谁知他竟然辱骂我，还带领其他同事一起排挤我，还让我给他做牛做马。我不愿意，他就打我骂我，还想让老板将我给封杀了，我没办法才走的。这妥妥的职场霸凌啊！就是啊，你以为我们现在伺候无所了？这样你等我，我这就去冲他！兄弟们，大家一起冲！一定要给这个贱人颜色看看！家人们，现在这个绿茶婊啊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就这样的人还有脸在鲨鱼平台直播？滚出鲨鱼直播吧！就你这样的货色，活该没人刷礼物。0分，你还 P 什么 K 啊？就是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我们希尔无礼？直播间连一个送礼物的观众都没有。哎呀，257639 0分，你还是趁早滚出鲨鱼平台吧。杨总，事情就这样，这边突然多了很多恶评，要不要咱们公司自己助力上票啊？先按兵不动，公司这边会尽快给对策。好。这还想和我斗，算什么东西？师傅师傅，100个超级火箭！大佬啊！哇，小姐姐好漂亮啊！这是人间该有的颜值吗？这应该是天仙下凡吧？鲨鱼直播又出现了神豪啊！我对钱真的没兴趣，这个名字太牛逼了！家人们，希儿真的很想赢，能不能帮帮希儿？家人们！我对钱真的没兴趣，大佬牛逼！社好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主播怎么和林希儿 PK？ 那人出了名的绿茶婊，专门干背刺人的事。你胡说！我们家希尔从来没有干过这些事儿，那是那群人造谣我们家希尔。别以为互联网真的没记忆力，就你家那位破事都传遍了。就是，而且你们家才20多万分，还讽刺我们家主播。你看看，我们家已经1000多万分了，你们行吗？不行就退网吧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。给我向公司申请刷钱，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贱人比下去。好。求求了，求求了！哦，远言天下无敌！兄弟们，我们又重新站起来了！林希儿最棒！不要再叫，睁大眼睛看看，现在是谁比分高？对面的主播和观众都是什么东西啊？观众都是穷逼吗？对面。我对钱真的没兴趣，再次给我向公司申请刷钱中票！不行了，刚刚公司已经把所有的资金全部刷过去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储备资金了。废物，我自己来，给我看直播间。好。喂，赵主管，你相信我，200万绝对是对面的上限了。咱们再拿出50万，绝对能赢这场 PK。这场 PK 也不光是我跟白寒烟那个贱人的 PK， 这关乎于咱们远言经纪公司和对面的亿林经纪公司的脸面问题啊！只要赢了这场 PK， 对我宣传一下，绝对起到很强的效果。你确定？对面的底线就200万？确定。好，我再给你凑50万，但记住，这场 PK 一定要赢，不然咱俩都要完蛋。我去，真好啊！超级皇帝可是大力平台最高的贵族，开通销18万，大佬能收下我的膝盖吗？我有幸见到一位神豪的诞生，妈妈，我出息了！让对面再嚣张，哈哈哈，爽！哈 ，yes！ 完了，真的完了。希儿姐，赵主管让你现在停播，去办公室。我家这大佬为钱皇，钱皇牛逼呀！1场 PK 刷了300万，太牛逼了！钱皇才是真正的神豪啊！前
天王，你还缺这幅挂件吗？秦总，刚刚在白寒烟直播间的是您吗？是我。白寒烟毕竟是我们自己公司的人，还轮不到外人欺负，况且还是直播首秀。你安排一下，让白寒烟趁着高人气多吸吸粉。明白明白，就这样。请问是秦哥吗？我是秦岩。秦哥，我是小黄海逸啊，当初在酒吧认识的。啊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秦哥，明天晚上有一场聚会，我想邀请秦哥一起玩。明天晚上？秦哥，你千万不要拒绝啊！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几个兄弟，他们很想见秦哥你的风采啊。好吧，我明天晚上过去。谢谢秦哥，秦哥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明天晚上见。老黄，你说的那个秦哥今晚确定回来吗？听到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很好奇这个秦哥啊。当然，我刚才已经和他联系过了，秦哥已经出发了。你确定那个秦哥有这么牛逼吗？我在江州待这么久，可从来都没听说过呀。当然了，秦哥可是住在凌云天宫的8号别墅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什么？这秦哥住在凌云天宫的8号别墅？凌云天宫的8号别墅？那可是江州的顶级别墅啊，能拿下的那都是大佬级别的。黄哥，一会儿见到那个秦哥，帮我也引荐一下呗。对啊，黄哥，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下大人物。可以，小事情，秦哥很好说话的。玛莎拉蒂总裁，帅呀！郑元亮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这黄海逸和郑元亮可是出了名的不对付。这一会儿不会打起来吧？咱们要不要劝劝？哎呀，关咱啥事儿啊？咱看好戏就行了。这小子什么时候买了一辆玛莎拉蒂？之前和我车差不多，这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，这一定是故意的。哎，我的新车怎么样啊？帅啊！亮哥牛逼啊，太拉风了。亮哥，你这车花多少钱买的？没多少钱，换着玩玩了。亮哥威武啊！亮哥，以后多带带小弟啊！啊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老黄啊，我的新车怎么样啊？还可以，只是还可以嘛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一辆80多万的跑车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啊一直在听你吹嘘啊，说你认识一个什么大人物，叫什么秦哥是吧？对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个秦哥呀，我要记得没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开了一个2手还是3手的法拉利来着？一个开2手破车的人，你都当上哥？你看我这月换跑车，你说你叫我什么？爸爸还是爷爷呀？姓郑的，你注意你的话。一个开2手破车的人，你都说他是大人物，你说，我说你单纯呐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呀？亮哥说的对啊，一个开3手车的人，也就和我们一样，都不如亮哥的1/10啊！还叫什么秦哥呀？他不配，该叫小秦嘛。黄海逸呀，你眼光啊真不好，还是我带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大人物吧。我最近啊可认识了一个大人物，叫方少。在方少面前啊，哎呀，他那个秦哥呀就是个蝼蚁。哎呦！我的天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车？看起来好拉风啊！对啊，这辆车看起来好帅啊！我也想买一辆，开在路上绝对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你买一辆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这是什么车？这可是一辆宝马 A8，200多万呢。什么？200多万？方少，您来了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方氏集团的太子爷方洪修，方少。方氏集团的太子爷，方氏集团那可是江州的大企业之一啊，市值100多亿呢。没想到郑少介绍的大人物竟然是这位。方少您好，方少真帅。哎呀，老黄啊，看到没呀？这才是大人物。你看人方少开着几百万的跑车，不知道比那个什么秦哥呀强多少倍。以后啊，可别再乱认哥了。郑元亮，你别太嚣张了，秦哥也是很强的。什么？秦哥很强？那好，那就让秦哥开一辆比方少更牛逼的车来。哎，不说别的啊，就说不要让他开那个2手车，我就跪下喊他哥。
我把我这辆新的玛莎拉蒂我都送给他。怎么了？不说话了？我去！我没有出现幻觉吧？这是迈凯伦 P1 啊，这价值2000多万！什么？2000多万？这是哪个大佬的迈凯伦啊？谁知道呢？不过绝对是个超级大佬，不然也不能开迈凯伦 P1 啊。秦哥，这是啊，新换的车，之前那个开腻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要不要换一辆车？现在身价好歹上亿。只有一辆车，怕是不行吧？系统，打开系统商场。哎，迈凯伦，这可是世界级别的豪车，这可不是普通富豪可以买得起的，起码身价上百亿。就这个吧。恭喜你获得迈凯伦，司机将车停在你的车库，注意查收，钥匙放入你的口袋。嗨，唉。这辆车之前没开过，不一定能开得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系统商场里面有关于车技的技能，这下就不用担心了。恭喜你获得顶级车技。我没来晚吧？没有，秦哥，你来的刚刚好。这就是秦哥，黄海一真没说错，人家真的是大佬。还好刚刚秦哥不在，要不然就我那几句话，秦哥一怒我就完了。只要你那个什么秦哥能开一辆比方少更牛叉的车来，我就跪下喊他哥。我把我这辆车新的玛莎拉蒂我都送给他，叫我嘴贱。好了吧，现在不仅下跪，还得叫人哥，连玛莎拉蒂都得搭进去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溜。老郑，你叫怎么做来着？来，老郑，你刚说什么呢？你说秦哥只要不开二手车来，你刚怎么说来着？哎呀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啊！这就是代价，让你刚才那么嚣张，那么猖狂。怎么报应来了吧？那就这样吧，也不说玛莎拉蒂了，你的另一个誓言可能也要实现吧。秦哥也不缺车，再把这辆车给秦哥，肯定不现实，说不定还给秦哥引来麻烦事，挫挫郑元良的锐气就行。你看能不能？没事儿，丢人就丢人，好歹车还在，好吧？秦哥好。我可没准备红包啊。没事，秦哥，我带了。小亮子，来，不用找了，玩去吧。秦哥好，秦哥，你这辆迈凯伦 P1 简直帅到爆炸了！我要挑战你。挑战秦哥？挑战什么？我承认你的迈凯伦比我的车厉害，但这并不代表我的车技就不如你。我们两个选2辆车比一下，如果你赢了我，我就认你，从此你就是我大哥，我以你为尊。只要你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去办。好啊。秦哥，汪红秀的实力很强，在江州公子哥里面，车技绝对算是最顶级的一小批人了。你就这么答应了，会不会？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选车吧，就用各自的车吧。好，我们简单比一下，谁先回来谁赢。他们作证。好，1、2、3 ，Go！ 你说这次谁能赢？我觉得是方少，我觉得是秦胜，毕竟有迈凯伦。老黄，你觉得他俩谁赢？秦哥必胜，我看未必吧。怎么，怀疑秦哥的实力？秦哥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。车技不好说，毕竟方少在这方面可是高手。秦哥一定赢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啊？怎么会？我就说秦哥会赢吧。秦哥，你车技神了呀，简直我偶像啊！秦哥，以后你就是我大哥，只要你吩咐，我立马就办。就是你有时间的时候，指点一下我的车技。好啊，秦哥，饿了吧？走，咱们吃点，唠嗑。走。
秦言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走这么着急啊？我 U 盘落家里了，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，需要11点前交给公司。这样，我开车送你回去，这样比你快点。麻烦你了。没时间了，如果晚了的话，前几个月的努力都白费了。秦言，你也进来吧。我吗？对，这就是云清雪的房间吗？好烦啊！看样子云清雪只是表面高冷，内心依旧有一颗少女心。秦言，你也赶紧帮忙找一下，时间紧急，快！啊，好。怎么办？还有5分钟了，来不及了。是这个 U 盘吗？啊，对，太好了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……时间快到了。啊，对。就差一点，要不然前几个月的努力都白费了。秦言，多亏有你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是好朋友。我……好了，我妈回来了，你先在我房间里休息一下，千万别出去。我先出去看一下，别出来啊！我妈，不对呀，我只是过来帮忙找东西的，像做错什么事情一样，偷偷躲在云清雪的房间里。得，原本没做错什么，这一躲反而显得心虚。等等。我和秦言又没有什么，干嘛要躲躲藏藏？这样显得我好像心虚一样。刚刚那一爆，脑子都成浆糊了。清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妈，我 U 盘落家里了，回来取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刚刚看到后院有一条锦鲤好像生病了，你快去看一下吧。啊，我马上去看看，我的小宝贝可不能有事。好歹给妈妈支走了，要赶快让秦言离开，不然今天就没机会，只能等明天了。秦言，我妈去后院了，你赶紧出来，今天辛苦你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快走走啊！嘘。哎呀，真是越解释越说不清楚呀。秦雪，我看了一下，那些锦鲤没有问题啊。哎，这不是小晴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她……阿姨，我专门来找清雪，有点事情。清雪给我开的门。是这样啊？对。小晴，快进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好。小晴，吃水果，不要客气啊。谢谢阿姨。你们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秦言，多亏你反应快，不然可就麻烦了。
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好。哎，小琴要走，要不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中午了，留下吃个饭吧。阿姨，不了，改天我再拜访您。好吧，清雪，你送小琴。哦，好。这两个小家伙还真当我好骗。哎，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小秘密。小琴这孩子也不错，我又不是不同意，干嘛连我都瞒？不过，这两人发展的速度也太快了，看来得找个时间和清雪好好谈一谈。这不反对是一回事，但起码得让小琴以男朋友的身份亲自上门见一下长辈吧。算了，过段时间再说吧。杨经理，嗨，秦总，今天晚上有个晚宴需要您出席，您看您在哪儿住，我过去接您。晚上你来天宫8号别墅。嘿，好。杨总，不告诉秦总网上的事吗？现在网上传我们公司压榨员工，搞潜规则，铺天盖地的恶评。我们自己先处理，如果晚上还处理不好，我再告诉秦总。但是记住，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依靠秦总，让秦总去处理，这样显得我们很无能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秦总，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。说。凌希儿在网上发布的视频，造谣我们公司压榨员工、搞潜规则，现在网上呢铺天盖地的谩骂。我们已经尽力喊压热度了，但是没有用。但是我们调查，凌希儿背后有远远经纪公司做推手，甚至呢还有些大佬参与其中，这样导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喊压热度。您看怎么处理？远言经纪公司，这事交给我，晚宴以后我会想办法处理。是。哎，秦总，我们到了。哎，你快看，杨总旁边那个人是谁啊？没见过，应该是他们公司的新总裁秦岩吧？就是今天网络上盛传的压榨新员工、搞潜规则的意林新总裁。应该是。意林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保不齐过不了几天就要离开江州了。这么严重？我听说这次在背后搞事情的是远言经纪公司，意林的死对头。不仅如此，远言背后似乎还有大佬相助，意林根本招架不住。照你这么说，意林迟早完蛋。这样的公司，我们远远看着就行，不必上去客套，省得惹到远野和他背后的大佬。对。你们一群见风使舵的东西，公司好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恨不得贴上去。现在意林公司还没有完蛋，却在这说风凉话，不必理会他们。是。严总好，一段时间没见，严总又漂亮了。呸！一群墙头草。哟，这不是杨副总吗？严总，那您身边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总裁秦总。秦总啊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，把希尔这样优秀的好员工交给我。没有秦总您呀，就没有我们远言经纪公司的今天。来，希尔，还不快谢谢秦总？谢谢秦总，让你开除，现在后悔了吧？你和意林公司早晚都要完蛋。严总，我们走。哎，马总来了。马总好，这次呀，真的要谢谢马总，打压意林经纪公司的事，多亏了您。哎，这件事情不重要，我让你准备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马总，我今天呀，特意让希尔来，就是为了教好那个公子哥。今天晚上来的这位公子哥，身份可不一般呀，一定要想办法接见好。马总，今天那个公子哥究竟是谁呀？是，哎，人来了，方少。哦，原来是马总啊！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少。方少，方少好。方少，这边既然和你打过招呼了，我这边就不打扰了。
希尔和您年龄相仿，年轻人嘛，总能聊到一块儿。你说是吧，严总？对，方少，您和希尔聊，我们先过去了。马总，方少不会是方红叶的儿子吧？正是。什么？那我们希尔……要是希尔能攀上方少，我们也就攀上了方氏集团200亿市值的大公司呀。江州没几个能比的。放心吧，马总，我们希尔一定会让方少满意的。但愿吧。方少，您平常都喜欢做什么呀？方少，您平常都喜欢做什么呀？赛车。太好了，方少，我也喜欢赛车。那方少，你以后赛车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？你省省吧。方少，方少找秦岩干什么？难道方少也看到了关于秦岩的消息，很讨厌他，想去骂他2句？秦哥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什么？马总，我没听错吧？方少叫秦岩什么？秦哥？怎么会这样？方少怎么会和秦岩关系这么好？难道我疏忽了什么重要信息？别叫什么方少，叫我小修就行。能让堂堂江州大佬的儿子这么称呼自己，秦岩的背景恐怕很不简单啊。就算退一步来说，哪怕秦岩就是一个小经纪公司老板，可他竟然和方少认识，而且关系很好，够我喝一壶的了。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你不是说秦岩只是个小老板吗？他怎么会和方少关系这么好？我也不知道呀，马总。该死，被你害死了！怎么办？现在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你这样，先把那几个视频删掉，然后吩咐下去，停止对意林公司的打压，然后你出面去跟秦岩道个歉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好的，马总，我这就去办，这就够了吧？对，秦岩只是和方少关系好，但那只是方少，方红叶不可能为了秦岩这么一件小事儿出来针对咱们2个，毕竟身份摆在那里。所以你过去道个歉，出让一部分利益，只要明面上过得去，也就没人会揪着不放了。好。虽然这件事也有我的手笔，但那个秦岩毕竟是一个小公司老板，根本不值得我去道歉，让严白梅去就可以了，也能展示我的诚意。你去。好的。好，是。谁的电话？我接到郑总电话，我打压意林公司的事被郑总骂了一顿，他还让我亲自去给秦岩道歉。什么？郑总是江州100亿富豪郑总，他怎么也关注秦岩的事情啊？这个秦岩恐怕不简单，你这次闯大祸了啊！什么？王总，是，明白。王总打来电话，这个秦岩究竟什么身份？竟能让2个100亿大佬替他撑腰？请问您是？小马妈，我是唐鱼。啊，明白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什么？难道唐老打电话也是为了秦岩的事？唐老啊，可是郑总和王总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的呀！马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紧给秦总道歉，求他原谅。要是他不肯原谅我，你们2个就等着玩完吧。秦总，我们错了，秦总，我们错了。马总竟然给秦总跪下！秦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故意诬陷你。秦总，是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秦总。道歉有用吗？我会派人以诬陷他人的名义起诉你们，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完了。秦总，我知道这个事情肯定不只是道歉那么简单，不过你放心，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道歉，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秦总，我的律师会和你聊的。滚！
秦总，秦哥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撤了。啊，能让严白梅、马建文的态度变化得如此之快，肯定有人帮了我。让马建文、严白梅畏惧的大人物出面了。马建文的身份可不一般，能压得过他的，只有那几个百亿富豪。这江州一些百亿富豪什么的，我啊还是认识不少的。我可能知道是谁在帮我了。杨经理，远洋这次算是完了，你趁着这个机会把原本远洋经纪公司的市场抢占回来。秦总，我明白了，这远言真是活该呀，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反而还便宜了我们。这次多亏了秦总了。我也没做什么，你尽快安排下去。是。秦言，可以跟我出来一下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虞美女喊你呢，快去呀！走吧。秦言，昨天你把外套落在我房间了，我特地过来还你。我操！我听见什么了？老秦进了虞美女的卧室，还把外套落里边了。我的女神啊，这么快就被出拱了！小声点，一会儿该被发现了。话说他俩关系怎么发展这么快？老秦开始还不承认，这不是恋爱是什么？天杀的，我的女神！谢谢。秦言，明天周末你有时间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那太好了，我想邀请你一起去白云度假山庄玩，你帮了我2次，这次算是我对你的感谢，你愿意去吗？没问题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怎么了？奇怪，怎么感觉像我抢了他们老婆似的？哎呀，清雪啊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挑衣服呢。这些不都挺好看的吗？就感觉一般般。妈，你看，这样怎么样？好看。怎么突然学会挑衣服了？啊，我明天约了人出去玩，是和小晴吧？不是。哎呀，妈，你就别管了啊！哎呀，好，不管。好了，拜拜。云清雪，啊？喂，回神了？没有，我们姐，灵儿，堂姐，你们也来这玩啊？啊，周末来这边玩一玩。啊，这是……我知道了，是姐夫。别乱说，这位是我朋友秦言。没事，现在是朋友，将来说不定就是姐夫啦。我先叫了，没关系。灵儿，你怎么突然跑了？我看到我堂姐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堂姐云清雪，这是我姐夫秦言。你们好。好漂亮！我以为灵儿已经很漂亮了，没想到她姐姐更加漂亮。这家子的基因也太让人羡慕了，灵儿的姐夫也好好看。刚刚我可听到了，灵儿的堂姐可没有承认这人是她男朋友，看灵儿对她热情的态度，我可要防着点。堂姐，姐夫，你们打算去哪玩啊？我们还没决定呢。
那咱们一起吧。我想想，咱们去哪儿？哎，我们可以去射箭。灵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还没有玩过，你们觉得呢？射箭没有接触过，以防万一，买个射箭类的技能吧。恭喜获得大师剑术。我没问题啊。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射箭这可是我的强项，到时候就能在灵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。那咱们就去射箭，走。嗨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哎呀，我来吧，我试试。哎呀，好难啊！让我来吧。思源，你也太强了吧！牛逼啊！什么？这算什么厉害？还6环？让我再试试。思源，你太强了，秒杀我们呀！唉，刚才一定是没有认真听工作人员的话，才没有射中的。没事，我来教你。嘿，姐夫，你也来试试。我啊，我就算了，我也没玩过这个。哎呀，来嘛，姐夫。没事儿，第一次来射不中也正常。一会儿我来教你，绝对让你射中吧。好啊。9环。好。姐夫就是姐夫，太厉害了！怎么可能啊？第一次就射中了9环，不是开玩笑吗？不对，一定是钱的运气比较好，毕竟射箭也是要看运气的。秦岩，你再试一次呗。好啊。我就不信了，第2次尝试秦岩还能这么好的运气。怎么可能啊！运气，绝对是运气。你再试几次呗。哇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箭靶都射破了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姐夫就是姐夫，太厉害了！姐夫，教教我吧。秦哥，加我一个。秦哥，能一起教教我吗？太强了，一定是高手。我刚刚竟然在一个剑术高手面前嘚瑟炫耀，这太丢人了。灵儿不会也觉得我丢脸吧？改天吧，改天再教你们。我看天色也不早了，我来订酒店吧。姐夫，堂姐，咱们这么多人一起租个别墅，晚上还能一起玩。堂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。谁来订？我们 A 给谁？哎，别说了，我来订，我请了。还得是孙少啊，就是有实力。刚刚射箭比不过他，财力我一定要比得过他。先生，就是这栋，我们到了。哟，你们是谁啊？给我滚出去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对啊，这不是孙思源租下的别墅吗？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们滚出去啊，没听见吗？哟，你在我租的别墅里敢对我这么嚣张？你赶紧出来！林少，这几个都是什么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一群傻逼，闯进我们别墅，还想对我动拳头。什么？动拳头？谁动拳头？让他来，奉陪到底。小子，是你吗？是你们先过分的，这套别墅是我租的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你租的别墅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你租的别墅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有没有带错路啊？我租的是这套别墅吗？稍等一下，我查了一下，就是这里啊。你们看到没？这一套别墅是我租的，怎么就成了你的呢？这位先生，您订的也是16号别墅吗？
这是你们杨经理让我住在这儿的，有什么事儿去和杨经理说。还有，别耽误我时间啊！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滚出去！请稍等，我去询问一下杨经理。这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吧，我把钱退给您，您去山庄的酒店住可以吗？酒店什么情况？你们是怎么工作的？实在抱歉，思源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对啊，我看他们都不怎么简单，要不我们就去住酒店吧。连我们丁少的别墅都敢闯，你们一群人不想活了吗？还不快滚！别影响我们开 party！ 一群没有眼界的脑残！小子，知道这是谁的别墅吧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靠！什么狗屁丁少，你给老子等着！今天我偏要让你们滚出这套别墅！爸，我被一个叫丁少的人抢房子了，在白云度假山庄那边，你查一下。知道了，我打电话问一下。大家别担心，我老爸出面。今天滚出这套别墅的人，一定是他们。哎呦，好爸爸呀！有本事就让你老爸把我们赶出去，我们在这里等着。咱们走着瞧。看到没？我老爸来电话。哎呦，你们呀，准备滚吧！你们等着吧，思源的老爸出面了，该走的是你们。喂，爸。臭小子，你知道那个丁少是谁吗？那是源力公司董事长儿子，30多亿的大公司，根本不是我们招惹得起的。现在赶快给那个丁少道歉，快！对不起，丁少，刚才是我的错。思源怎么道歉了？这个丁少的身份这么恐怖吗？连孙思源的老爸出面都不行。不是让我们等着吗？啊，怎么不狂了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滚吧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等一下！男的可以走，几个美女留下。你们说什么？哟，又来一位逞英雄的小子，没听到刚才说的话呀？那我再说一遍，几个女的给我留下。刚才那小子都低头了，你来逞什么强？识相的话，快滚，不然让你付出代价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田总，您来了。又来了个大人物，完蛋了，都是惹不起的。田叔叔，这小子他刚才竟然警告我。秦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秦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认识我？看样子不用给父亲打电话了。果然有秦言在，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轻松处理。怎么回事？田叔叔怎么对那个男的那么恭敬？那当然了，前几天晚宴我有幸一睹秦总的风采，能让马建文下跪道歉的可没几个。我可听说了，那天之所以能让马建文下跪道歉，是因为有江州大佬级人物出面给马建文施压。这个秦总看着年轻，但绝不能轻视。秦总您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白云度假山庄的老板田雾。原来是田总啊！什么田总？秦总，您叫我小田就行。田叔叔，他是？这位是秦岩秦总。对了，你们刚才跟秦总干什么呢？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混蛋！混蛋！哎呦，我错了！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？你还不赶快向秦总道歉！秦总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放过我吧！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完了，看来秦总这次特别生气，绝对不能只道歉这么简单。去吧。上次你父亲就说过，如果你再闯祸，就打断你一条腿。今天你惹秦总生气，你就自己动手吧。不愿意，那我就让你爸来动手。不要！如果我爸来，恐怕2条腿都会给他打断。秦总，我向您道歉，请您原谅我。来吧！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！保安！
秦总，今天别墅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手下的那个杨经理，我一会儿立刻让他收拾东西滚蛋，这样的员工就不配待在白云度假山庄。这栋别墅今天理应由你的同伴来住，为了补偿您和您同伴在白云度假山庄的所有费用，我们全部免单。这里还有一套不对外出售的别墅，就送给您了，算是略表歉意。秦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这就告辞，不打扰你们休息。走。秦哥，太谢谢你了。姐夫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姐夫，等等我！明儿，嘟嘟我。